西安峰会开启中亚政治新格局，中国成为地区主导力量，谁会不高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最近呢，很多人在关注两件事儿及其后续影响。一个是 G7 国家在广岛举办的峰会，他们呢是一边品尝福岛的海产，还一边一起回顾了美国在广岛扔原子弹的历史。不过我最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近来中国国内有这么多人谴责美国在战争中使用过原子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说这些话的人，他们到底是反美呢，还是心疼日本呢？G7 峰会呢，这次联合声明中有大量涉及中国的部分，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基本上呢是没有任何的新意，无非是所谓的反对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些老一套说辞。不过真有了动武那一天，恐怕美国能指望的最多就只有一个日本了。至于他们说中国扩大核武库，国内呢很多媒体也指责 G7 在污蔑中国。不过我想很多网友很希望 G7 说的就是对的。那么我们就是要大大方方的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核武库，这才是确保世界和平力量平衡的，有什么不对吗？另一件大事呢，就是中国跟中亚5国的峰会。相比之下，在西安举办的这次峰会就是创造新格局了。首先，这是中国跟中亚5国的首次实体峰会，比去年的视频峰会体现了凝聚力。峰会呢，形成了西安宣言等一系列成果。除了各国在能源、反恐等方面规划了深度合作，最核心的内容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局，着眼地区各国人民未来，6国决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支持各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采取的各项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主旨讲话中还指出，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国家主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中亚地区致力于和平、和睦、安宁的努力必须得到支持。那么这么多内容其实已经说明了，中国将致力于为中亚地区的发展和安全提供保障，而这个保障又是在关键时间、关键位置上的重要举措。从俄乌战争前的哈萨克斯坦事件到俄乌战争爆发，由于担心自己成为另一个乌克兰，中亚5国对俄罗斯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戒心，甚至是一部分的排斥情绪。外交上对俄罗斯发出过非常明确的反对声音。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努力安抚这些国家，但是各国与俄罗斯民间的关系裂痕是在扩大的，包括俄罗斯在战争中暴露的军事力量不足，也开始让人觉得俄罗斯令人难以信服。所以呢，再往后也无法继续维持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政治格局。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有大国力量要填补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留下的力量真空。比如一直努力跟中亚发展关系，还建立了军事基地的美国，影响力就是不能忽视的。美国当然也愿意利用这些国家跟俄罗斯的矛盾，加强在中亚的存在。所以我们再看这次峰会提到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国家领导人所说的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就已经不难理解，中国是要通过这样的合作，提前把美国在中亚扩大影响的空间要压缩掉。对中国来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意味着杜绝了东南和北方2个方向应对威胁的可能性。对中亚5国而言，意味着更好的经济发展前景，也意味着他们能够顶住各方压力，不用被迫倒向美国或者俄罗斯的任何一方。对俄罗斯来说呢，既然已经难以控制中亚地区了，那么与其让这些国家接近美国，还不如接受中国扩大影响力，这也是缓解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最好途径了。